第307章，问题所在。巨大的广场之上，在将药方阅读完毕之后，大多数的炼药师都为这次考核的轻松有些喜与形色，快速的生火，然后开始准备着炼药的措施。当然，这么多炼药师中，自然也不乏细心谨慎之辈。这次忽然变得简单的考核，也让得他们有些意外。不过在看着药方迟疑了许久，依然没有发现任何不妥之后，他们只得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小心翼翼地生火。萧炎目光紧紧地望着炉中升腾的紫色火焰，待得火焰温度升高之后，这才缓缓地将一株药材丢入其中，然后微闭着眸子，将之逐渐提炼。在萧炎动身炼制之后不久，两旁的柳灵与小公主也是微皱着眉头，开始生火炼制。有了详细的正统药方，以他们的实力，只要小心一点，炼制出风行丹并不是太过困难的事。当然，这也要排除运气特别坏的前提，毕竟不管炼制什么东西，都不可能达到100%的成功率。随着众人炼药的再次开始，两边席位之上的喧闹声也是逐渐的弱了下来。一道道目光在场中那些炼药师身上扫过，望着他们那举手投足间释放出一股股实质般的火焰，皆是满脸羡慕。贵宾席前台，砝码负手而立，目光直直地锁定在广场偏僻角落处的灰袍少年身上，望着对方那炼药时简直堪比公会中一些长老的蹑熟手法。他眉头皱了皱，低声喃喃道：这般熟练的手法，没有个几十年时间的轻盈，是绝技不可能拥有的。这个人果然很古怪啊，可为什么一直没有听过出云帝国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高级炼药师？难道是新出现的？先看看他能否过这一关吧。叹息了一声，砝码将视线再度投向萧炎三人的位置，轻声道：希望这三个家伙也能通过吧，千万别马虎大意了。随着时间的缓缓度过，广场之上一些实力不错的参赛者已经开始将所需要的药材成分提炼了出来。在略微踌躇了一下后，他们一咬牙，将精华成分倾倒进入药鼎之内，开始了最后的炼制。萧炎目光紧紧地盯着那在紫火中翻腾的一株药材，因为有些担心某些突然出现的问题，所以这一次他的提炼速度颇为缓慢，以致很多参赛者都将药材成分提炼了出来，而他还在不急不缓地小心提炼，似乎没什么问题。再次过的半晌，萧炎望着那在紫火的熏烤中已经化为一堆淡紫粉末的材料，喃喃了一声，将顶盖掀开，把淡紫粉末吸纳而出，然后装进玉瓶之中。目光缓缓地从面前的9个玉瓶上扫过，这炼制风行丹所需要的材料已经被他完全提炼了出来，接下来便是最后一步的融合了。手掌缓缓地抚摸着表面温凉的玉瓶，萧炎沉吟了片刻，终于是不再迟疑，手掌一挥，就欲将玉瓶之中的材料投进药鼎。然而正是此时，一道轻微的闷响忽然自其身前不远处的一座青石台上传出。萧炎抬眼一望，那里一个炼药师正傻傻地望着从药鼎底部被排出来的一堆漆黑灰烬，很明显的，这是炼制失败的产物。怎么可能？我不是完全按照药方来的吗？怎么会失败？炼药师低声疑惑地喃喃道。片刻后，没有答案的他只得将这次的失败归结于是自己在操控火候上的失败，于是他迅速地将灰烬清除，然后又是轻车熟路地将最后一份药材投入药鼎中进行着提炼。微眯着眸子望着那名炼药师的举动，萧炎那握着玉瓶抬起的手掌却是缓缓落了下来，目光紧紧地盯着后者的一举一动。这位炼药师，萧炎曾经在内部测试时见过，拥有着3品炼药师实力的他，按照常理来说，在炼制3品丹药时应该不会出现火候控制不当的低级错误。然而虽然说是这般说，可那出现在面前的事实却的确是证实着他炼制失败了。有点不对啊。低声喃喃着，萧炎努力地让得自己静下心来，目光向两边瞟了瞟，发现小公主与柳灵已经在开始将材料进行融合了。随着时间的再度缓缓推移，巨大的广场之上，一道道轻微的闷响声忽然一个接一个的从药鼎之中响起。那些失败的炼药师都是满脸错愕地望着那从药鼎底部洒落而出的漆黑灰烬，茫然的眼神让得众人知道，他们似乎也并不知道自己哪里出问题了。望着广场之上那忽然间变得傻傻对望的炼药师，
观众席之上也是开始了窃窃私语。砰砰，又是2道轻微的闷响，从萧炎两旁传出。他转头望了望，瞧得柳灵与小公主那难看的脸色，缓缓地吐了一口气，似乎有点不对劲啊。贵宾席之上，亚飞愕然地望着场中那几乎全部变成傻瓜对望的炼药师们，轻声道：的确不对，虽然我并非是炼药师，可也能知道，按照药方来炼制，无疑是能够极大地提高成功率。可下面的这些人，包括柳灵以及小公主，他们好像都失败了。纳兰嫣然微蹙着黛眉道：这考题似乎内藏玄虚啊。妖夜修长的右腿搭在左腿上，凝望着气氛有些古怪的广场，说道：砰，又是一道闷声。忽然从萧炎前面不远处传来，那名先前失败的3品炼药师在这次的融合中依然以失败而告终。此时的他正满脸铁青地望着那从药鼎底部洒出来的漆黑灰烬。在这道声音响起之后，这位3品炼药师石台前的玉镜猛然亮起了红芒，显然因为2份材料的用尽，他已经失去了最后的机会。广场上一道道目光望着这名率先出场的炼药师，瞧得他的下场，一些本来冲动的打算继续立刻重新炼制的人，也是被吓得静下了心来，不敢再随意地浪费这最后一份材料。浑身颤抖着，这名炼药师脸色铁青地收起自己的药鼎，然后带着满腔的不解与怒火，怒气冲冲地对着场外行去。在路过萧炎面前之时，后者能够模糊地听见他那不甘的自语：混蛋，怎么可能又失败？我的火候明明掌握得很好啊，可为什么他们就是不融合？目送着这名炼药师的离开，萧炎轻抚着温润的玉瓶，微眯着眸子，半晌后忽然将瓶中的材料倾倒进入药鼎之中。现在的他需要自己来感受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所有的参赛者都不能成功地将丹药炼制而出。目光紧紧地盯着翻腾的紫色火焰，萧炎有条不紊地将面前的9个玉瓶中所成的材料一个接一个地投入药鼎之中，然后控制着紫火将之分隔开来，最后深吸了一口气，开始极为小心地融合。因为有了那么多人的前车之鉴，所以萧炎此次几乎是比任何人都要仔细与谨慎，灵魂力量喷涌而出，覆盖着每一寸的紫火，历时每一种药材融合时所产生的特效以及反应都会极为准时地送回到他的脑海之中。在萧炎开始生火融合之时，他周围那些包括柳灵、小公主的一些炼药师都是将目光投注了过来。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们只能期待一下这个取得了内部测试最好成绩的青年能够破解这个难题。没有理会周围的目光，萧炎全神贯注地控制着紫火，而在紫火的熏烤下，一种种材料正在顺利地逐渐融合着。3尾枫叶融合顺利，云草融合顺利，离土果融合顺利。一种种材料在萧炎灵魂力量敏感的察觉中，没有丝毫反抗的顺利融合着。后吐之，萧炎眉头忽然微微皱了皱，旋即脸色骤然一变，药鼎中升腾的火焰一阵剧烈翻腾，旋即一道轻微的闷响从中传出，许些黑色灰烬洒落而下。唉，听得这闷声，周围的人皆是发出失望的叹息。缓缓睁开眼来，萧炎望着石台上的漆黑灰烬，略微沉默了一下，手指沾起一点，放在指尖揉了揉，脑中飞快地闪现着先前在融合时通过灵魂力量传送过来的许些不太正常的波动。沉默持续了片刻，萧炎搓动的手指猛然一僵，目光豁然停在石台上的那卷药方之上，微抿着嘴唇，手掌紧紧握了起来，轻声喃喃道：该死的，药方有问题。嘿，一群庸才。安静的广场上，一道讥讽的低笑忽然的响起，惹得众人怒目而视。目光也是顺着声音瞟了瞟，萧炎发现那出声之人竟然便是偏僻角落处的灰袍少年。此时他面前的石台上也是有着一堆黑色灰烬，看来第一次同样是失败了。灰袍少年并未理会那些充满怒意的目光，嘴角噙着一抹冷笑，忽然快速地将桌面上的最后一份药材丢进药鼎之中，淡淡的笑声在广场中回荡着。看来这一轮似乎我领先了呀，加玛帝国的炼药师不过如此啊。说话之间，
灰袍少年手速并未减缓半点，一株株药材在火焰中迅速被提炼着。看他那模样，似乎也是清楚了先前失败的究竟问题所在。微皱眉头望着那丝毫不掩饰自己狂妄的灰袍少年，萧炎也是忽然冷笑了一声，平静的声音同样是在广场上空回荡着。那可不一定。听得这声音，灰袍少年手掌忽然一顿，抬起头来，冰冷的蓝色眸子瞥向萧炎，嘴角一挑，嘲讽之意甚浓。没有理会灰袍少年那不屑的目光，萧炎猛然转身，手掌一挥，桌面之上的最后一些药材被他全部甩进药鼎之中，旋即右掌缓缓举起，略微沉寂之后，飘逸出尘的青色火焰终于是在无数道震撼的视线中豁然浮现。